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彼此相连的世界，货物跨越海洋，思想跨越语言，战争与危机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世界连成一体的状态，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事实上，人类第一次真正生活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中，并不是因为科学，也不是因为理性，而是发生在一个我们常常误解的时代——中世纪。那是一个被战争撕裂、被宗教主宰、被征服覆盖的时代。但正是在那个看似黑暗的年代，世界第一次学会了彼此往来、彼此依赖、彼此理解。如果我们今天想弄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紧密，却又如此脆弱，就必须回到那里。我们通常会觉得中世纪的征服者只会带来毁灭，日耳曼人南下，罗马帝国崩塌，匈奴人西进，欧洲陷入动荡，阿拉伯军队横扫中东，蒙古铁骑踏遍欧亚。在我们的直觉里，这些人只会带来三样东西：死亡、混乱、倒退。但历史留下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结果，中世纪的征服者并没有把文明彻底毁掉，反而在客观上让文明变得更紧密了。这不是为战争辩护，而是历史本身的走向。战争确实带来了屠杀和苦难，但它也打破了长期存在的隔绝状态。在征服之后，世界被迫连在了一起。在中世纪之前，人类其实并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称雄，汉帝国在东亚稳固存在，希腊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制度都已经非常成熟。但问题在于，他们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罗马的皇帝不知道长安在哪里，汉朝的史官也不知道地中海另一端发生了什么。他们活在同一个时代，却不在同一个世界。商路是断裂的，信息是零散的，技术和思想只能在局部区域内流转。那不是一个世界，而是许多彼此隔绝的文明孤岛。真正的改变发生在中世纪。从7世纪开始，伊斯兰帝国迅速扩张，把中东、北非、西班牙、中亚和印度洋沿岸连成一个整体。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横跨多个文明核心区的政治体。而13世纪，蒙古帝国把这种变化推到了极致。它的疆域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南下到波斯湾。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政权横贯整个欧亚大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商人、使者、工匠、僧侣、战俘可以在同一套秩序下进行超长距离的移动。世界不再是碎片，而开始变成一个彼此接触、彼此影响的整体。很多人会说，世界是被贸易连接起来的，但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在中世纪，贸易不是起点，而是结果。真正的起点是征服。正是因为帝国的扩张，道路被打通，秩序被强行建立，商人才敢走得那么远。在伊斯兰世界，商路连接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香料、丝绸、金属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远方。在蒙古统治时期，从黑海到中国的陆路安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商人甚至敢在夜里行走，因为整个大陆第一次被纳入同一套秩序之中。战争打开了这个世界，贸易随后填满了这个世界。一旦世界被连通，变化就不再只发生在战场上。技术开始迁移，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从中国向西传播，宗教开始扩散，佛教沿着丝路进入中国，伊斯兰教横跨3大洲，基督教在动荡中重塑自身，知识开始累积，阿拉伯学者保存并发展希腊科学，欧洲通过伊斯兰世界重新认识古典思想，世界开始真正相互知道对方，相互理解对方。所以我们才说，这些中世纪的征服者并没有摧毁文明。甚至中国在蒙古统治结束后，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为汉人王朝。进入明代，政治制度、文化结构几乎全部回到熟悉的轨道。在伊斯兰世界，希腊和罗马的传统、伊朗的传统、闪米特的传统、埃及的传统，不仅没有被抹除，反而融合成一种高度复杂的伊斯兰文明。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拜占庭帝国，甚至以罗马的名义又延续了1000年。换句话说，在中世纪，文明被征服了，
但没有被摧毁。但这里有一个关键例外，西欧。只有在西欧，古典文明在进入中世纪的时候已经被彻底摧毁，罗马的行政系统消失了，道路年久失修，税收体系瓦解，书写与教育退回到修道院的墙内。那里没有延续下来的官僚传统，没有稳定运转的城市网络，也没有一个能够自我修复的制度骨架。世界仿佛被清空了。正是在这片废墟之上，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文明开始在没有旧秩序约束的情况下生长。它的路径最终通向经济扩张、技术突破以及向海外航行、控制海洋的强烈冲动。也正是这股冲动的实现，最终宣告了中世纪的结束。但需要注意的是，中世纪并不是像古代那样终结于草原民族的陆上入侵，它终结于西欧的海上冒险。如果说政治征服只是背景，那么真正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个整体的是更深层的东西，是贸易，是技术，是宗教，是知识。在中世纪之前，人类生活在同一片大陆上，却并不生活在同一个历史空间里。但中世纪第一次出现了横跨多个文明区的大帝国。伊斯兰帝国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蒙古帝国更是覆盖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大半。这些帝国打破了地区之间的长期孤立，于是欧亚大陆第一次开始真正的对流。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商业，中东成为整个欧亚贸易的枢纽，陆路通向黑海与地中海，水路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穆斯林商人沿着季风航线，在印度、西兰、马来亚、东南亚、中国南方之间往返。他们运来马匹、白银、铁器、纺织品，换走丝绸、香料、宝石和珍贵木材。广州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穆斯林商人在这里定居、自治，甚至进入中国的行政体系，成为中国官员。后来，宋代中国在造船和航海上实现突破，逐步取代了穆斯林在东亚海域的主导地位。元代时期，中国商船规模空前，遍布东南亚和印度港口。直到明代，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航行到非洲东海岸和红海入口。那时，葡萄牙人还只是在非洲海岸摸索前进。但历史的转折也在此发生。当中国明代的皇帝下令禁止航海运动，主动退出海洋探索，权力真空迅速出现。日本倭寇兴起，阿拉伯商人回归，最终葡萄牙人几乎没有遇到对手，就进入了印度洋。与此同时，蒙古帝国的出现让陆上贸易也短暂达到顶峰。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整个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处在同一政治秩序之下。但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帝国崩溃，宗教分裂，陆路再次断裂，后来被穆斯林世界控制。于是欧洲人开始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一条绕过穆斯林世界的海路。技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速流动的。阿拉伯人的三角帆改变了地中海航海方式，后来欧洲人将横帆与三角帆结合，创造出适合远洋的三桅船。而真正改变世界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源自中国。他们通过伊斯兰世界一步步传入欧洲。中国的纸张、船尾舵、马镫、碗具、作物与花卉，也在这条看不见的通道中流动。这些东西看似零散，却在悄然重塑世界。宗教也在中世纪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基督教、佛教继续传播，但影响最深远的是伊斯兰教。它迅速扩展，让地中海和印度洋第一次成为伊斯兰信仰体系下的空间。这种扩张让欧洲感到被包围、被孤立。也正是在这种紧张中，欧洲第一次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蒙古帝国的出现意外地打开了一扇窗口。欧洲传教士、商人第一次抵达中国宫廷。忽必烈并非出于虔诚，而是出于权力平衡，接纳了来自各地的人才。随着这些往来，世界的尺度发生了变化。欧洲人第一次意识到，在遥远的东方存在着一个人口更多、城市更大、制度更成熟的文明。马可波罗的旅行正是这种认知变化的象征。他的技术让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个远远超出地中海的世界。当我们回望中世纪，会发现一件事：
人类第一次连成一个世界，并不是靠和平，它起于征服，靠贸易运转，被技术加速，由信仰连接。它充满冲突、不平等和暴力，但它也第一次让文明彼此相见。而我们今天面对的全球化困境，分裂、依赖、冲突与联系并存，并不是新问题，它的原型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历史并不安慰人，它只是一次次扩大人类行动的后果。当世界被连成一体之后，人类便再也无法假装彼此无关。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在矛盾中连成一体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